台灣現在要反向翻牆，就用小紅書，太荒謬了吧？民進黨即日起立刻 ban， 比美國禁 TikTok 還誇張，就跟戒嚴時期把一間報社封掉完全是一樣。我觉得是事情就是很悲哀，让台灣朝鮮化，民進党干脆全面斷网。青鳥網登錄之前，請重複叫聲，請再估一次，請再估一次，登錄完成，請學黑熊叫聲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內政部次長馬世元發布，即日起對小紅書 App 依照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第42條詐欺犯罪防治緊急事件進行網際網絡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措施，暫定期限為1年哦。馬世元表示，小紅書 App 在台灣用戶已經逾300萬人，且該 App 自民國113年至今已涉入1706件詐騙案件，造成財損達到2億4768萬餘元，又因無法依法調取必要資料，執法機關面臨重大困難，形成實質法律真空。他現在這所有的敘述真的是很垃圾哦。第一個說詐騙很多，台灣詐騙最大宗是哪一個平台？臉書是詐騙最大戶，你就直接進臉書，你敢得罪臉書嗎？叫你把假的粉專下架還難得要死。還有 LINE 上面也有很多詐騙，為什麼他們不管 LINE 呢？奇怪，說113年到現在2億，很多要死人，台灣。一天就2億了，好不好？一個月詐騙金額在60到80億，2億連尾數都沒有。昨天詐騙就3.5億啊，非常荒謬。這邊講犯罪危害防治條例第42條詐欺犯罪防治緊急事件，這不一定合理嗎？我覺得太針對了啦。你有任何的法律，你都不應該針對特定的個案。對，這就失去了一個法律該有的一個公正性。你今天說你同時檢討幾個 APP， 那還可以一起來共同降低這個詐騙。你這直接就把小紅書給變掉了，這太欠缺合理性。那內政部還說，1年內擴增了上百萬用戶啊，所以小紅書今年在整個台灣是爆發式成長，沒錯，這才是他們要進小紅書的真正原因。小紅書有大量的非政治用戶，而且是今年新增了100萬戶。他如果讓這趨勢繼續下去，小紅書很快就會佔領台灣的社群平台主流市場。如果小紅書這樣搞，我看抖音、B 站也不久了。現在最好笑的是，在台灣用抖音的人數也在增加，但小紅書今年是增加最多。我7月的時候到新竹北的高中生、初中生都在用小紅書，小紅書都是很 easy 的內容，这种它的界面非常好用，音樂啦、文學啦，或者講一些歷史的，都講這些東西。真的沒有政治，我說明顯鬼扯，混色動你啊，我都不知道在講什麼。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到青年選票？我覺得多少會吧。再來，中國曾對小紅書 APP 進行開發，美國德州則直接禁用。此次針對小紅書停止解析限制並非首例，鬼扯嘞！竟然有垃圾網站跟進小紅書是一樣。小紅書在台灣有公司嗎？好像沒有直接落地。我覺得這恐怕是被欺負的原因之一。這又是一個因噎廢食，你可以輔導，你可以處理，那就故意要禁。說因為是入資不能放，蝦皮也是入資，那為什麼蝦皮東西可以賣？這種說法都非常奇怪的。民進黨是非常惡意的在主權，他們用盡所有的方法，因為小紅書的內容太生活化了，其實就是一種文化交流的過程。這是民進黨最害怕的。你這不是懲罰到人民嗎？你讓老百姓不方便，你民進黨有辦法培養100個網紅去攻占小紅書，宣揚台灣好，讓大家去看，這才是你比較厲害。結果你在擂台上打不過，你就把人家幹掉了，這算什麼奇怪的邏輯？台灣過去所最自豪的就是有充分的言論自由，有透明的一個言論尺度。你民進黨政府今天這樣做，所以就很悲哀。你無法控制的東西，你就把它給封殺。那我就請問你，跟以前的戒嚴什麼差？完全一樣啊。像民進黨不是反戒嚴起家了嗎？是啊，還有民進黨當年是最反對政治勢力進入校園，結果國民黨前腳走，他後腳就進去，現在青鳥到處飛。所以我才說，其實你今天看到民進黨這種政權末期症候群越來越瘋狂，我覺得他們是被自己的恐懼所淹沒。因為過去講台灣第三勢力的時候，我們也有談過，講白了，民進黨的靈魂它是一個台獨政黨，它的真正的神主牌只有一個，就是台獨。那對他來說，這個事情已經是漸行漸遠，能不能搞得起來，他也很清楚。所以他的那種恐懼感越來越重，而且最近這2年，美國棄台論甚囂塵上，這種恐懼慢慢就把自己淹沒，就開始這些奇怪的事情出來。其實這很值得討論。民進黨政權到了末期，它是越加的打壓，越加的鉗制言論，沒錯。可是形成一種外設內人，就是在解嚴之後，第一個警察進入報社做搜索的，當時是陳水扁政府。國民黨在解嚴之後，起碼表面上沒有這
再幹過這種事。明目張膽的事就是民黨開始做，而且民黨把他所有這些行為都合理化。我是為了抗中保台，只要有這個符號在身上，什麼都可以做，非常恐怖，也非常的悲哀。李敖說的，從古至今沒有一個政權靠騙，只有民党靠騙。你覺得民黨為什麼那麼容易都騙？我簡單說，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延續，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，再加上兩岸長期的隔絕，互相不了解，台灣本身內部的一些問題，台灣如果要破繭而出，要破除3個迷思。第一個，台灣要破除冷戰的迷思，就是台灣不要再做棋子。第二個，台灣要走出內戰的迷思，不要認為我是內戰的輸家，因為我不認輸。第三，台灣要走出殖民主義的迷思，不要歐美日馬首是瞻。台灣如果走不出這3個迷思，台灣社會很難有所蛻變。劉世芳為什麼每次一提小紅書？現在終於天下大白啦！民進黨內部早就想要對小紅書動手。小紅書這個事情是台灣進入手機 APP 移動通訊時代以來的一件大事了。此案例一開，後患無窮。這應該是社群平台第一次大規模被禁，而是超大型社群平台。因為小紅書是世界級的社群平台，因為愛奇藝，你還可以說它是 OTT。我覺得台灣社會應該要重視起這件事。他今天封了你一個平台，他明天可以封其他平台了。美國沒有封小紅書，民進黨先幹。對，其實美國國會很多人提議，但是美國政府沒有這樣幹，連 TikTok 都還沒進，這強制被賣掉一半。臉書跟 YouTube 其實都跟美國的情治單位都是有合作的，這已經是解密的事情，而且臉書他們也沒有否認。那為什麼這些都沒有人管？所以絕對是故意找事情要進。所以這件事情的內核是一個荒唐的內核。怎麼突然之間小紅書變萬惡的淵藪？說禁就禁，即日起立刻 ban， 比美國禁 TikTok 還誇張。美國當時還有時間倒數，就跟戒嚴時期把一間報社封掉完全是一樣。我覺得是事情就是很悲哀，看到台灣朝鮮化，我覺得它非常惡劣。你比大陸荒唐，大陸要進一個平台，它還要想半天，而且幾乎很少直接進，都是輔導。對，民進黨是叫你直接滾。你覺得還有復活的可能嗎？小紅書，我覺得要看民意反彈多大。比如說像那些年輕人，他們願意發出多大力。所以其實年輕人，我告訴大家，這個時候是你們爭取權益的時候，我一定會幫大家發聲。小紅書，你竟然民進黨你敢進？可是回過頭來，我們有多大的力量取決於小紅書的用戶群體願意給我們多大。有網友講說，小紅書如果有遠見，應該在去年就改名叫小綠書。台灣特供版打開是綠色的，現在就寫台灣 No.1， 對，開啟畫面就是一個台灣在中間，然後後面出現中分頭，起始地點是賴皮寮，但是要記得打馬賽克。通知聲音是：你給勇氣，天地開槍，萬事大吉祥，哇！這一次的事件充分凸顯了民進黨現在對自己是極度缺乏安全感，因為它背後一個基本邏輯還是操作反中，因為小紅書背後是中國大陸。這一次我覺得會有反。我剛剛特別問老大，如果突然不能用，但年輕人會怎麼想？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。年輕人用並不表示他支持或討厭中國大陸，但是有一個事情，我覺得觸到民進黨底線，至少他不討厭，那就太悲哀了。以前台灣人會覺得自己軟實力比較強，就現在怕年輕人看到大陸，這是自信心的展現差別。還有一點說，其實小紅書跟抖音的成功，其實也是象徵了中國大陸在整個世界軟實力競爭上的成功。你講的這個重點，民進黨禁小紅書除了是自身的不自信之外，其實是中國大陸的軟文化、軟實力全面的擴散跟滲透到華文圈，乃至全世界，領導華文圈。對，領導。但以前台灣在華文圈軟實力是領先，以前電視劇、電影看香港，唱歌綜藝看台灣。對。但是今天的中國大陸，它對華文區的滲透已經到無孔不入了。下午就有酷狗音樂，他們最早是做平台，但他們接着就開始優化播放器，用算法的方式，比如說你手機調最大聲，它可以讓你用算法方式額外再增加好幾個 dB。因為做這 app 的優化，在這個模板下衍生一個子模板，在車用播放器的後面，他們開始做推流。我現在這麼多音樂，我讓這些音樂在整個社群平台裡面被大量再分潤給他們的創作者，所以創作者可能他會更傾向願意在酷狗上面發表他的音樂，而不是在 YouTube 上面發表音樂，所以就變成他另外一塊模塊。然後裡面有個很厲害的東西是，同樣的一個音樂，但是我把歌曲做成小語種，越南語啊，東協十一國。我的觀察，當然他沒有說啦，他們想一個 C-pop， 他們找了一個印尼華人網紅。大家也知道，印尼到華山在世代的話，基本上都不太會中文。他們在跟他溝通的時候，唱中文歌，然後他就唱得很好，就很多人就問說那歌是什麼歌，就很多人說現在是中文歌，然後就想去學。然後這些都創造了在 TikTok 上面的播放量或者是趨勢都衝上了前幾，搭配整個中國的力量的出海，這就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。所以小紅書今天它這種滲透不是一種政治文化的滲透，它是一種非常軟性的滲透。而這種軟性的滲透，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講，那個壓力，我覺得是比很剛猛的地緣政治的衝突性來得更加防不勝防。所以事實上，我覺得民進黨禁小紅書背後是中國全面的崛起，它的一種應激式的反應。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軟實力的全面滲透嘛。民進黨如果要控制，只有一個辦法，乾脆全面斷網。可以啊，學北韓開設光明網，那他們也可以開發青鳥網，可
黑熊網。你們在上網登錄之前，請重複叫聲咕咕咕，請再咕一次咕咕咕，請再咕一次咕咕。登錄完成，请学黑熊叫声。所以你看多悲哀，就会搞成这個樣子。這樣晚清的時候，台灣當時是站在中國開放的最前沿，就是台灣跟世界逐漸脫鈎。所以有時候就學這歷史，有時候看久了就很荒謬，怎麼會走到今天變這個樣子？台灣人有一天需要用 VPN 去翻牆上小紅書，我覺得真是做夢也想不到。那太荒謬了吧！我只能一句話給他們：太沒自信了。所以以後不能笑大陸人翻牆，台灣人要逆向翻牆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個事。